想你的天空渐渐的，想你的阳光软软的，想你的云朵是粉色的，咬一口甜甜的。爱上你就像蜜糖遇上阳光，融化弥漫，再冷的冬天也会感到温暖。爱上你从今天起都只想要你陪伴，甜蜜的小心机都被你看穿，怎么办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想通了，这些日子我太过鲁莽，为了查出真凶胡乱调查，自以为是，目中无人，给京城百姓造成了困扰。你没带金条啊？周师爷虽然作恶多端，但他对我有恩，于公于私，我都希望能尽快破案。说重点。还请林大人协同办案，尽快帮我找出杀害周师爷的真凶。那我要是不答应，林清秋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对吗？这才是你陆白吧？你好了好了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一件事儿。那日我们在府衙开宴送周师爷的时候，他曾经对我说过一番话，如今想来，似乎耐人寻味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如有一日他遭遇了不测，希望我不要追查。他这是早就知道自己藏不住了。阿呼噜，阿呼噜，阿呼噜。罗儿，傅文渊走啦。也好，我表哥总算少了一个情敌。你表哥从来就没有情敌，我的心自始至终都在他那儿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只要他在京城一日，我便陪他一日。唉，可是现在案子线索也断了，这往后也不知道该如何查起，或许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题了。你说该怎么办啊？大案落幕，盗掘太师织女墓的4名盗墓贼皆惨死于棺材之中，案情陷入迷雾，凶手踪迹全无。然而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当年盗掘太师织女墓的盗墓贼，还有第5人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是画本子的作者，如果我用画本子告诉天下人，盗墓贼其实有5人，再加上我对当年事件的真实描述，凶手就会为了第5人再度出手。道理我懂，但我不能拿你当破案的筹码啊！眼下凶手还逍遥法外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我是荆州府尹，抓凶手那是我的事儿。可是，现在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呀。办法总会有的，我不能让你以身涉险，我做不到。
青丘。姬信实当初因为看了我的画本子行凶杀人，我不想我的画本子只会误导人作恶，我的画本子也能匡扶正义，为民除害。再说了，我也是相信你能保护我，我才出此下策的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有事的，是不是？你向来就是这样，一旦打定主意，谁劝都没用。我会保护你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千万不能自己去危险的地方。一定。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只见这第5名盗墓贼拿出铁锹，在这第5名盗墓贼的指挥下，其他4人撬开了墓中红土。这第5名盗墓贼贪婪地看着关中无数的财宝。话说，这盗墓贼的第5人呢，心狠手辣，人也狡猾。石开阳4人未曾想，那女尸竟然死而复生，吓得那是拔腿就跑。可那第5人却不信神鬼，拎起一把砍刀，直接冲了进去。只见那女子明艳动人，哪里像什么鬼怪？抓起那女子的头发，就活活塞进了棺材之中。石开阳4人此刻也不再胆怯，斩草必要除根。他们5人合力将女子塞进了棺材之中，任凭那女子是哭喊求饶，也是不为所动，生生将其闷死。从此获得了万贯名宝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好，再来一个。陆大人，大人，陆姑娘的画本已经传遍全京城了。根据我们的引导，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相信这是真实故事改编。渊海擎天之古墓丽影第5人卖的可太好了，南一先生果然名不虚传。有你这么自己夸自己的吗？啊，你知不知道刚才你可危险了？没事儿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就是安全的。等这次案件结束了，我们就成亲。我还没名震天下呢。你呀，要是想继续写画本子，那我就在边上给你研墨，天天伺候你。真好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睡吧。你离我这么远，怎么保护我呀？今夜我就在这守着了。这根红绳把咱俩绑在一起，就算妖怪来了，我也会和你在一起保护你的。那我们2个绑在一起了，我也会保护你的。说话算数。说话算数。拉弓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
陆姑娘呢？若儿不见了，不见了。表哥，大人，迷魂香，表哥你没事吧？怪不得我会说这么沉。那是什么呀？这是我在鹿儿身上放的白石粉。雷雨，交给他。是。季夏，看来你对当年的事情十分了解啊。于大夫，怎么是你？陆姑娘不必惊讶，这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。这是寒冰关。没错，这就是寒冰关。可保我夏儿尸身不腐，我就想让他看着我，杀光所有害死他的人。说吧，那第5个盗墓贼是谁？怎么，你还打算继续杀人？难道不该继续吗？他们杀了我心爱之人，我让他们一一血偿，有错吗？于大夫，您医者仁心，救人无数，何以沦为杀人嗜血之徒？他们犯下的错，自有官府处置。官府处置？陆姑娘啊，你未免也太天真了。我做的这些案子，官府都破不了，他又怎会管一个死去多年、罪臣之女的案子呢？说，那第5个盗墓贼究竟是谁？其实没有那个人，第5人是我凭空捏造的，为的就是引你上钩。这是装白石粉的香囊。看来香囊被贼人发现，扔在这儿了。陆姑娘，我们相识一场。我想听你一句实话，你当年所见的是否为真？那时我还年幼，
一日上山游玩，无意间发现墓室洞口，便好奇进去探了究竟。我亲眼见到石开阳4人将季夏塞进棺材之中，活活闷死。活活闷死！夏儿，都怪我晚来一步，才让你遭此横祸。不过你放心，害你的4个人都被我杀了，我为你报仇雪恨了。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。于大夫，我已如实相告，您是否也可说句实话？您与季夏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辗转10年报仇还不能释怀？我本是个游方的大夫，路过京城的时候，治好了季太师因血妖荼而中的血珠寒毒，便被奉为座上宾。后来偶遇季夏得了寒疾，我便给他医治。我俩是一见钟情，于是就私定终身。可奈何我出身贫寒，入不了他的家门。太师得知此事，勃然大怒，转眼间就把夏儿嫁给达官显贵。我俩不愿意分开，便决定私奔。于是夏儿服下了我研制的归西丹，可在10个时辰之内处于假死状态。我又对太师言语引导，劝太师尽快让夏儿入土为安。很快，太师就把夏儿下葬了。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着。等他下葬了，我就把他救出来。没想到，那些盗墓贼抢先一步。兄弟，发财了！是啊，你看看，真不少啊！啊！你们是谁啊？按住他！按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啊！快看这！我和夏儿本来可以白头偕老，双宿双栖，可让贼人害得阴阳两隔。你说，那些人该不该死？这是鹿儿的手帕。于大夫，是不是你偷了双鱼玉佩？有些事，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在荆州，我受你画本子里杀人手法的影响，于是便模仿画本子里杀人。是你改了我的画本子。
可是墓葬被盗时，你明明姗姗来迟，又是如何找到已逃之夭夭的盗墓贼？哼。试过9次挣脱，双手不再紧握，就算重返寂寞，不像是爱过。记忆不再更新，停止你的消息，选择忘记，全是故意。试过接受蹉跎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，爱你是真是戏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不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这离别太儿戏，道别的每一句，对爱懦弱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你。接受蹉跎，假装比你洒脱，干脆闭上眼睛，不看那个我，直到快分不清，爱你是真是戏，骗过了时间，骗不过自己。我想我会明白，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个你。触不到你的爱，该来的都未来，这结局比真相难猜，难猜。会明白，不会再去依赖，只能在记忆里去画爱我的一